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古装剧哭戏最动人男星 TOB 10，肖战第8，成毅第2，冠军泪如神仙。古装剧哭戏最动人男星 TOB 10，肖战第8，成毅第2，冠军泪如神仙。在古代戏剧里，哭是一出经典剧目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哭，但是哭也要有感情。罗云熙、成毅、萧昭山都是公认的哭剧高手，婉仪、邓伟、谭健吉3个龙相思的男辩手，实力都很强。下面就是网上评选的最感人哭泣场面男演员排行榜。谭健排在了10位，排在了肖战的前面，排在了吴磊的前面，排在了后面。这位师傅的眼泪镜头真的是太有代入感了。最感人的古装剧10大哭戏男主角，陈建杰、谭健次排名第10。谭健2的哭戏非常棒，和他所扮演的人物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在此之前，谭健次因出演过《捉妖记军师联盟》和《三国机密》而引发了热烈讨论。而在谭健2的电影《龙相思》中，一个哭泣的镜头也引发了热烈讨论。在戏中，小瑶给香柳聊好了伤势，这时候他才知道，这位叫做香柳的人正在向他道别。香柳的心理素质很高，情绪并不外露。谭健2把这一幕演得很含蓄，没有任何台词，却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。龙相思在第2期播出时，才8期的谭健2就奉献了许多哭戏，并且每个镜头都非常细腻。他的公司更是将60秒钟的哭戏剪辑出来，不是那种痛哭流涕，而是无声哭泣，叫人听了都觉得心酸，特别想哭。9强，刘学义，中国古代戏剧中最会哭的人。刘学义在琉璃中也是一跃成为了古代偶像，因为他的眼泪和眼泪让观众们印象深刻。刘学义也能随着人物的变化发出各种叫声，并且他的哭声很好听，很有感情。这一年，刘学义和白敬亭、宋轶合作，在《长风摆渡》中扮演了一个反派角色。他曾经对女主产生了一丝感情，那一刻，爱与恨，恨与恨，恨与怒，所有人都称赞刘学义对这部电影的哭场把握得非常到位，这也是为什么何炅哭这么受欢迎的原因。网络评论：最会哭泣的历史剧中国电视剧男主角第8名，肖兆山。这肖战还真是个小白脸啊！不管是《爱情买卖令》还是《花千骨》，肖战的眼泪简直不要太多，而且哭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。肖战在2个电视剧里扮演的都挺可怜的，他们都有失去挚爱的痛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绝望。肖战每次哭都会把自己的眼泪给拍碎。肖战的哭泣依旧美丽，他可以把自己的演技演绎到泪流满面，也可以把自己的演技发挥到极致。肖战虽然来自于一个小鲜肉组合，但是他的表演却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艺人，而且他的同理心也格外的敏锐。他曾出演过《玉骨遥传》《陈情令》，还有《傲骨贤妻》等古装电视剧，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。中国古代戏剧7大最动人的哭泣场景。邓威。邓伟是一位非常能哭的年轻演员。所有人都认为邓伟的《龙相思》很美，他的眼泪是那么的动人，那么的动人。网友还表示，只要他这么一哭，无论做了什么错事，都能得到所有人的谅解。滕伟曾经讲述过自己的《龙相思》里的哭泣。滕伟表示，当时他并没有故意去带动自己的感情，只是按照剧情和人物的节奏去演，所以他的感情才会那么自然地表现出来。不光是《龙相思》，就连滕威的第1部作品《玉龙》里的哭都很优美。最感人的哭戏男主角第6名，
张歆艺、张连义凭借着一部《龙相似》一炮而红，但实际上他却是正儿八经的话剧演员，不管是历史剧亦或是偶像剧，他都能游刃有余，而且他的表演功底非常深厚。《龙相思》里面，张婉仪的眼泪是最多的，每次都是不同的。比如在一堆珠宝中，张婉仪认出了闵小六就是小耀的时候，她的眼泪是那么的温柔，那么的温柔。就算要流泪，张恨水也可以把自己的眼泪演得让人动容。说到哭泣，张晚意也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，《龙相思》中，锦云险些丧命，小瑶与锦云相拥而泣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据悉，杨紫与张晚意在横店拍戏时，曾在剧组里嚎啕大哭，以至于山脚下停着的一辆摩托车都被他们超高的分贝给听到了，弄得整个街道都在颤抖，足见两人是多么的敬业。杨紫与张晚意还被称为电动兄弟姐妹。网络评论：最会流泪的古装电视剧最佳男主角吴磊。吴磊名列第5。吴磊95级的优秀演员，小时候就有一副好眼泪的样子。出演大型影视作品时，吴磊总是两眼一抹黑，每次拍戏都会掉下一滴泪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吴磊的演技也越来越好，像《长歌行》《星汉灿烂》等都是如此。《星汉灿烂》的下半部分，令狐冲展开报复，吴磊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两眼含泪，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掉，看起来既柔弱又无奈。《长歌行》更是让人潸然泪下，吴磊的眼泪更是让人动容。4部古装戏里最感人的男主角张若昀，出现了2张同样的选票，排名第4。张若昀自庆余年起便一直担任着1号位的角色，在所有人心中都是认可的。张若昀在哭方面也做得很好，不同于肖战和程毅，他走的是神仙般的美哭之路，但是张若昀的哭也非常动人。张若昀此前在《大明显微镜下》中以哭入幕而走红，原因在于他在剧中扮演了一位7岁时从未哭泣过的人物。当一切都结束后，他压抑了20多年的感情终于爆发了。这一幕感情强烈，而张若昀的哭叫则是无声，不能产生强烈的回音。网络评论：最会流泪的古装电视剧最佳男主角4，朱一龙。朱一龙也因哭而出名，他出演了很多梅强苦情剧，在很多电视剧里饿死了。朱一龙的哭很复杂，嚎哭、绝望哭、妥协哭，各种各样的哭方式都有，虽然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哭，但还是很感人的。知不知今夕是何年何月，朱一龙落泪的那段戏可谓是经典。温柔如玉的小公爷，却又要舍弃自己深爱的明兰郡主，满腔怒火尽在眼泪之中。不少人都说，朱一龙一哭，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流眼泪。第2名，程毅，中国古代戏剧里最会哭的人。程毅屈居亚军。程毅以第一哭香而著称于世。自从流离之后，程毅就以梅强苦情为代表，出演了所有的古装剧。程毅也有不少有名的哭镜头。以程毅的功夫历史剧《莲花楼》为例，其中有许多哭场面，有娶妻之哀，有丧失之恨，有知伤心之苦。程毅的哭有脆弱之感，目光饱含情感，很容易让人进入其中。网络评论：最会流泪的古装电视剧最佳男主角罗云熙。第1名，罗云熙。罗云熙是出了名的会哭的人，尤其是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里，他的眼泪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润玉的妈妈被人害死，他跟天后对峙的那一幕，几乎要疯了，他哭得很伤心，眼眶红红的，泪水慢慢的往下掉，眼神里充满了悲愤，极具感染力。罗云熙在《明月几时有》里扮演过澹台烬与润玉，两人都是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人物，不过润玉略显缺憾，而澹台烬则是在哭泣的时候流露出一股邪魅之气。这2种人物都挺难的，
不是那么好扮演的。但是罗云熙却总是能够用他出色的表演来演绎这个人物。